古时的庞贝位于那不勒斯湾的维苏威火山山脚，在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的火山灰覆盖。庞贝是古时希腊人与腓尼基人的良港，为一大节点，因而逐渐发展成都市，形成高级中地。庞贝的主要地形为熔岩平原，如图可知其地形平坦的特征。而下一张图为那不勒斯湾的历史中一个很重要的战争——库米战争进攻的路线图。在库米战争中，希腊城邦库米中文翻译是库梅与 Syracuse 也就是希拉丘之西西里岛结盟，然后击败了伊特鲁里亚人，原文是念作 Etruscan， 再度夺回当地的控制权。由图中可发现，在西元前5世纪左右，意大利的陆块形状并无所谓的靴子形，而庞贝的地形是熔岩平原。因此我们推测意大利的陆块在公元前还是有持续的在变动，最后才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。古庞贝的交通方式主要为航运，而该地点又是黄金地段。当时的庞贝就像台北一样，是交通要冲，也因此它的商品圈十分广泛，这是使它繁荣的原因之一。庞贝位处的平原由火山灰提供养分，使农业土地肥沃，食物有稳定的供应来源，让庞贝有多余的心力可以去发展经济。也因为地理位置良好，庞贝的统治势力是不断的在改变，有很多不一样的势力争相抢夺庞贝这块交通要地。统治势力先后为奥斯克人，后来由于希腊城邦的扩张而改由希腊人统治，后来又因为战争使统治权转移至伊特鲁里亚人，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Etruscan。而后经过了上述提及的库米战争之后，希腊人又再度拥有庞贝这块地区。下一张图是庞贝古城的官方观光地图，由图中可知庞贝城是有分区的，而上面我们看到的注记，则是我们从网络的旅人日志上所截录下来的。根据旅人日志里的内容，第一区是商业区，当时许多的商店、商业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买卖。第二区为绿化区，因为这区的住宅种植了许多植物而得名，而庞贝颇具盛名的圆形剧场与角斗场就在这里。第三区为被掩埋区，还有很多遗迹未被发现。第四区尚未被广泛探索，不向民众开放。第五区为探索区，建筑多半是角斗士营房和公墓。第六区是贵族住宅区，庞贝许多豪华的建筑遗迹在这里被发现。第七区为公共区域，市政大楼、浴场、神庙和当时的青楼都在这里，显见这里地位的重要。第八区为神圣与世俗区，连接着公共区域，有神殿和教堂，也有小型剧场与音乐厅。第九区为壮观建筑区，该区发现许多当时家世显赫的贵族所居住的房屋。小猪之家、马库斯·卢克莱修斯之家、埃皮迪乌斯·鲁佛斯之家等建筑都在这里。下一张图片呈现的是庞贝观光区里的建筑景观，其中有位在公共区域，也就是第七区的宙斯神殿、公共浴场等特色建筑，还有青楼、出土的骸骨，商业区里带有商店的房子等。庞贝城的东西向和南北向各有2条大道，东西向的是阿波坦查大道，
南北向的则是斯塔比亚街。阿波坦查大道沿途都是庞贝重要的店铺，而斯塔比亚街将为苏威门墓地 Necropolis of Vesuvius Gate 与圆形剧场 MV Theatre 连接起来，两者都是十分重要的交通要道。